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宋朝什么都会，却救不了自己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中国古代最像现代的朝代，非宋朝莫属。如果你穿越回宋朝的东京汴梁，你会发现那时候已经有了送外卖的服务，市民可以点一杯像星巴克一样的冷饮，夜市通宵达旦，甚至还有了类似股票交易所的雏形。更重要的是，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技术爆炸时代。四大发明里的三个火药、指南针、活字印刷都在宋朝发展到了成熟的应用阶段。宋朝的钢铁产量甚至直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前夕，欧洲才勉强追平。按理说，拥有如此硬核的科技术，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 GDP， 拥有最先进的武器，宋朝应该是一个横扫陆河、吊打周边的超级霸主才对。但现实却狠狠地打了我们的脸。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憋屈的大一统王朝。他先是被辽国欺负，然后被西夏骚扰，接着被金国把皇帝抓走了，最后被蒙古彻底灭亡。我们要透过这些繁华的表象，去挖一个残酷的真相：技术从来都不等于战略。当顶层的战略逻辑出现 bug 时，底层的技术再先进，也往往只是一场绚丽的烟花。文案很长，为了把这个复杂的逻辑讲清楚，我将从硬核科技的巅峰、地缘政治的死局、制度设计的诅咒以及技术与战争的错位这4个维度，带大家深度复盘这场1000年前的历史悲剧。第一部分，并不软弱的弱宋，它的科技到底有多强？首先，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。很多人说宋朝积贫积弱，其实宋朝一点都不贫，而且在技术上绝对不弱。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公元11世纪的汴京军工厂。如果你是一名宋朝的禁军教头，你手里拿的武器可能是当时地球上最精良的单兵装备。宋朝的兵器制造不仅实现了标准化，而且有了严格的质量品控体系，物勒功名，谁造的，名字刻上去，出了问题杀头。最让人震惊的是宋朝的钢铁工业。根据经济史学家罗伯特·哈特威尔的研究，北宋神宗时期每年的铁产量已经达到了 7.5 万吨到15万吨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1640年整个英格兰铁产量的 2.5 倍到5倍。直到几百年后的工业革命初期，欧洲才达到这个水平。有了这么多铁，宋军的披甲率高得吓人。不忍甲，这是宋军重步兵的标配，由1825枚铁片连缀而成，总重量接近60斤。这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外骨骼装甲。面对轻步兵，宋军的重装步兵简直就是推土机。再看火药，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中国古代的火药只用来放烟花，这是彻头彻尾的谣言。宋朝不仅把火药用于军事，而且已经有点热兵器萌芽的意思了。在《五经总要》这部宋朝的官方军事百科全书中，详细记载了3种火药配方。宋军装备了霹雳炮、震天雷，这是一种内含火药的铁壳炸弹，爆炸时声如雷鸣，铁片飞溅杀伤敌人。还有突火枪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管型射击火器，虽然射程不远，但这可是现代步枪的老祖宗。在南宋抗金名将于允文指挥的采石之战中，宋军的水军使用了霹雳炮，把金国完颜亮的舰队炸得晕头转向。这种降维打击，就像是如果你拿着手雷去打原始人，按理说应该是碾压局。除了军工，宋朝的航海技术也是世界第一。指南针的应用让宋朝商船敢于横跨大洋，巨大的海船设有水密隔舱，即使破了一个洞也不会沉没。这项技术直到几百年后才被西方学去。所以结论很清楚，宋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，最先进的化学应用，火药最精密的手工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手里拿着这么一副王炸，宋朝为什么打得那么烂？这就进入我们的第2部分，技术填不上的坑，幽云16州与地缘死局。要理解宋朝的痛，必须看一眼地图。宋朝从建立的那一天起，就是先天不足的。他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结束了5代10国的混乱，但他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始终没有收复幽云16州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、天津、河北北部以及山西北部这一带。
这不仅仅是丢了一块地的问题，而是丢了中原王朝的命门。第一，丢了长城。幽云16州是长城防线的核心地段，失去了这里，意味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过华北平原，直接饮马黄河。对于宋朝来说，无险可守，只能用人命去填。第二，也是最致命的，丢了产马地。冷兵器时代，骑兵就是坦克，就是陆战之王。中原最好的养马地就在幽云16州。没有马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宋朝的科技再发达，也只能点防御天赋。你想想看，宋军的步人甲再坚固，神臂弓射程再远，宋朝的神臂弓有效射程可达300米以上，这确实是黑科技，你只能等着敌人来打你。敌人来了，你用强弩射他，用炸弹炸他，敌人死伤惨重，撤退了。这时候你想追击，对不起，你2条腿跑不过人家4条腿，你追不上，就无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而当你打败仗的时候，你想跑，你也跑不掉。敌人的骑兵瞬间就能包抄你，把你分割包围全歼。这就是宋朝战争的常态，赢了是击溃战，输了是歼灭战。这导致宋朝的战略极其被动。因为缺乏机动力量，宋朝被迫把大量的科技点数点在了守城和阵地战上。你看《水浒传》里，呼延灼用的是连环马，宋江他们怎么破？用钩连枪。这其实反映了宋军的真实战术，用长枪大戟组成的方阵，配合强弩和火药硬抗骑兵的冲锋。这种战术在局部战场是有效的，比如宋夏战争中，宋军在阵地战中往往能占便宜。但是从战略高度看，你永远无法主动出击去摧毁敌人的老巢。所以技术在这里遇到了第一个天花板，地理决定论。当你缺乏核心战略资源马匹时，其他的技术优势只能用来补窟窿，而无法转化为进攻的矛头。但是如果没有马是客观原因，那么宋朝内部的骚操作就是主观上的自杀。这就到了第3部分，制度设计的诅咒，防内甚于防外。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军人政变起家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。因为他是这么上台的，所以他这辈子最怕别人也这么学他。于是宋朝确立了一个核心的国策，甚至可以说是宋朝的祖宗之法，强干弱枝，重文抑武。这套制度的设计极其精密，精密到让宋朝的军事机器彻底生锈。首先是兵将分离，为了防止将军拥兵自重，宋朝实行更戍法。这支军队今天在河北驻防，明年就拉到陕西去，但是统兵的将领不跟着动，结果就是兵无常帅，帅无常师。打仗的时候，皇帝从京城派一个将军去指挥一支他从来没见过的部队，将军叫不出士兵的名字，士兵不熟悉将军的指挥习惯。试想一下，你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，最坚固的铠甲，但是你的指挥系统是断裂的。这就像给一个瘫痪的病人穿上了钢铁侠的战衣，他依然动不了。其次是以文治武，在宋朝，武将的地位极低。著名的抗金名将狄青战功赫赫，最后硬是被文官集团给吓死，排挤死了。在战场上，经常是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做主帅，手里拿着皇帝给的阵图，下指挥一群身经百战的武将。最典型的是宋太宗赵光义，他喜欢在千里之外的皇宫里画阵图，然后遥控前线将领。他要求将军们必须严格按照阵图布阵，哪怕战场形势变了也不能改，这叫从中御将。这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，宋军的将领在战场上第一反应不是怎么打赢敌人，而是怎么不违抗圣旨，怎么不被文官弹劾。这时候技术越先进，反而可能越坏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技术需要专业的战术来配合，比如神臂弓和火药的配合使用，需要极高的临场指挥艺术。什么时候射箭，什么时候投弹，什么时候步兵压上，这需要将领有绝对的指挥权和判断力。但是宋朝的制度把将军变成了木偶。当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由一个只会读圣贤书的文官，或者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来指挥时，那些高科技武器就成了一堆废铁。
我们看到宋朝的财政收入极其惊人，巅峰时期甚至占了当时世界的很大比例。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战斗力，而是陷入了三冗的泥潭：冗官、冗兵、冗费。因为不信任武将，所以要养庞大的文官集团来制衡；因为不想让流民造反，所以一有灾荒就把流民招进军队，导致军队数量庞大，但战斗力极低。这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循环。国家很有钱，然后拼命花钱养兵，然后兵多了反而战斗力弱，然后打败仗，然后花钱买和平岁币，然后国家财政压力大，然后加税，然后百姓造反，然后再招兵。在这个死循环里，技术仅仅是维持这个系统不立刻崩塌的止痛药，而不是治病的良药。第四部分，技术与战略的错位，为什么火药救不了大宋？让我们深入聊聊火药。这是很多技术决定论者最意难平的地方。他们会问，宋朝既然有火药，为什么不搞出枪炮大军，直接轰平蒙古骑兵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技术的演进是需要战争需求的倒逼和战略战术的迭代。宋朝的火药武器本质上是防御型思维的产物。你看宋朝的火器发展路线，震天雷、毒烟球、铁骑离火球，这些大部分都是为了守城用的。在守城战中，不需要太高的机动性，只要往下扔就行。而要发展出能够野战的火枪、火炮，需要的是进攻型的战略思维。你需要思考如何在运动战中快速装填，如何设计轻便的枪管，如何排列火枪阵型来对抗骑兵冲锋。但宋朝的战略是守，既然是守，依仗高墙深池就够了，现有的火药武器已经够用了，就没有强大的动力去推动火药向野战化、管型化方向突飞猛进。反而是宋朝的敌人金国和蒙古，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更好。蒙古人极其务实，他们在灭金、灭宋的过程中俘虏了大量的工匠。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没有奇技淫巧的偏见，他们迅速吸收了宋朝和金国的火药技术，并将其应用到了攻城战中，甚至带到了欧洲。这里有一个残酷的对比，宋朝拥有技术的发明权，但因为战略保守，把技术锁死在了防御塔里。蒙古人没有发明技术，但他们拥有极致的进攻战略，他们把技术变成了攻城略地的屠刀。最悲壮的例子莫过于襄阳之战。南宋死守襄阳6年，这6年里，宋军使用了最先进的城防技术，使用了回回炮，虽然是蒙古引进的，但宋军也有类似投石机，使用了火器。但是蒙古人不是跟你比技术单项，他们跟你比的是综合国力调动和战略包围。蒙古人建立了庞大的水军，也是学宋朝的，切断了襄阳的补给线。最终襄阳陷落，不是因为技术落后，而是因为整个长江防线的战略崩盘。再看最后的崖山海战，南宋的战船在技术上依然领先援军，但战术指挥上却出现了致命失误，把船连在一起，这在赤壁之战就验证过的错误，放弃了机动性，最后被援军封锁海口，淡水断绝，全军覆没。你看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宋朝依然拥有技术优势，但死在了战略短视和指挥僵化上。第5部分，总结与反思，历史给我们的境界。当我们回望1000年前的宋朝，那种什么都会却什么都救不了的无力感，其实给今天的我们敲响了警钟。宋朝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，技术是力量的倍增器，但战略是力量的方向盘。如果方向盘锁死了，或者司机是瞎子，引擎马力再大，也只能是加速冲向悬崖。宋朝的悲剧在于，他试图用战术上的勤奋、攀科技树、造装备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，不敢改革兵制，不敢主动出击，不敢信任将领。他以为有了钱，有了铁，有了火药，就能买来和平，就能守住江山。但他忘了，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，丛林法则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和平不是买来的，和平是打出来的。而要打出和平，光有黑科技是不够的。你需要一个能够通过血火考验的制度，需要一群敢于亮剑的军人，需要一种不仅关注怎么守，更敢于思考怎么攻的国家意志。宋朝在文化和经济上的成就无疑是璀璨的，它是中国文明的造极之势。
但在生存竞争这个维度上，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血淋淋的教训，那就是在这个技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更要警惕技术万能论。技术可以解决效率问题，但解决不了勇气问题，解决不了组织问题，更解决不了战略决心的问题。当我们在为今天的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空天技术欢呼时，不要忘了宋朝的教训。硬核的科技必须匹配硬核的灵魂和清醒的大脑，才能真正成为护佑文明的利剑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。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